正因患者父亲的咄咄逼人，以及出言不逊的辱骂整个医疗行业，最终令严医生彻底听不下去。他当众怒斥对方在没有确凿证据之下，随意对顾魏进行各种刻薄抨击，甚至是一句无良医生，抹黑了所有医生对救死扶伤的崇高信念。这番话对的患者父母哑口无言，在场其他人也都默不作声。而严医生在表达完真实心声后，直接将自己的牌子压在桌上，完全接受任何人的举报投诉，之后便以手术为由离开会议室。萧山去学校找林之校，在了解到他最近的情况，不由感叹同病相怜，互相倾诉着彼此感情的不顺利，到最后干脆决定关掉手机。没有任何人打扰的情况下，林之校和萧山在购物中心 KTV 厅尽情发泄，抵消了所有的不愉快。反观高希和杜医生到处寻找顾魏，奈何始终一无所获。而高希忽然想到了林之校，毕竟以他跟顾魏的关系，肯定会知道行踪。然而杜医生打电话联系不上林之校，只好带着高希来到楼下等他，直至半夜才等到林之校的出现。在杜医生的讲述下，林之校终于知道顾魏的遭遇，他第一时间赶往那家民宿，果然在附近找到了顾魏，而此时他显得落寞又憔悴，看起来让人很是心疼。尽管如此，林之校还是冲过去朝顾魏踢了一脚，痛骂他自私、懦弱、混蛋，遇到事情只会想着逃避。过往的30年里，顾魏的人生几乎是顺风顺水，可每次遇到意外和打击，都会用不考虑他人感受作为代价，屏蔽了所有的解决方案。同样，林之校因他在父亲面前丢尽脸，认定他作为男友非常失败。但是考虑到顾魏曾经的理想，林之校暂且愿意相信他作为一名医生，尚且还有得救，而后撂下一句话，让他将事情解决完再找自己，头也不回的坐着的士离开。顾魏如梦初醒般追过去，可惜车子开得太快，眼睁睁看着林之校离自己而去，内心无比难过。医生办公室里，高希接连给顾魏打去数十个电话，迟迟无人接听。正当严医生为高希抱不平，看到顾魏突然出现在门口，他也通过林之校的话，彻底想通许多事情，决定振作起来解决问题，积极准备调查小组需要的资料。届时还需要严医生和高希等人的配合。尽管严医生看似对顾魏不满，实则从心里想要帮他。而此时小薇匆忙跑来通知患者腹腔大出血，情况不容乐观。患者父亲恳求严医生救救他的儿子，可是患者的第一次手术是由顾魏主刀，所以他对具体情况根本不了解。顾魏鼓起勇气申请要为患者手术，愿以职业生涯作为担保，必定会全力以赴。其他人也纷纷附和劝说，患者父亲知道不能再犹豫，最终答应顾魏的申请，同时也跪着求他务必要保住儿子的性命。经过漫长时间的等待，患者家属们等来了手术成功的消息。当初那位老父亲立马转变态度，恢复苏醒意识的儿子也想见他一面。顾魏来到病床边，细心的嘱咐了几句，大部分都是关于术后疗养的事项。本来患者父亲以为顾魏会趁机让他撤了起诉，可是看到顾魏对儿子的关心，不由深受触动。高希和杜医生等人站在门外，迫不及待的向顾魏询问进展如何，但是听闻家属未有任何表态，越发焦急不安。其实顾魏已做好承担后果的准备，他知道自己在法律上没有出错，而手术程序上也毫无问题，所以相信正义与公正迟早到来。大家都很高兴顾魏重新振作起来，这一幕也被不远处的林之校看在眼里，总算是落下心头大石，不动声色的离开医院。当天晚上，顾魏主动去找林之校，敲了他家的门，可林之校依旧是态度冷漠，强调两人已经分手的事实，以及他作为男朋友非常失败，随后关上了门。顾魏依然不放弃，继续敲门，怎知竟是林母开门，拒绝了他要见林之校的请求，并且以林建国的身体状况为由，建议他以后不要再来家里。顾魏明白林母的意思，非常落寞的点头答应，而林母却安慰了女儿几句，临走时还不放心的回头看了几眼。林之校背过身去，一气之下撕毁了他绘制的出国计划，但又很快拼凑夹在书里。这一夜，两人皆是无眠。顾潇失踪多日不露面，而上个月的工资至今未发，员工们都在议论咖啡厅极有可能要倒闭。此时萧山从门外进来，
承诺自己绝不会少他们一分钱，以后也不想再听到这种背后嚼舌根的言论，随即发了条短信给顾潇，明知对方不可能回应。自从上次确定分手之后，印喜与金石形同路人。可这天在图书馆内，金石主动找到印喜，希望能与他认真的进行一次交谈，结果遭到印喜的拒绝。与此同时，顾魏出门上班时，顺带给林之孝做了早餐。林之孝听到敲门声，并未看到门外有人，只是门把手上挂着装有三明治的纸袋。医患的事情已经解决，可是林之孝对顾魏的态度依旧毫无转变，其实也是想让他明白自己因何而错。可惜顾魏并未意识到这一点，所以在处理冷战关系时，只会采取最保守的方式，那便是只道歉又不反省。林之孝来到邵江的公司，已下定决心去德国，怎知顾魏突然跑来公司，锲而不舍地守在门口，从清早到中午。过往的女同事都留意到顾魏，聚在练习室议论纷纷。林之孝觉得影响不好，出去提醒顾魏别再缠着自己。邵江也过来劝他先回去。看到顾魏落寞离去的背影，林之孝心里格外不好受。邵江知道他其实舍不得对方，偏要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。林之孝不想再讨论顾魏，立马转移话题，询问邵江和安飞的交往进展，也是真心希望他能够幸福，找到能够相伴一生的恋人。因为林之孝的话，邵江重新正视自己的内心，尝试着接受安飞，主动邀请他共进晚餐。反观林之孝回家遇到父母要出门遛弯，手里的出国资料引起林母的注意。林母觉得女儿会难受，想留下来安慰她，但是林之孝故作轻松愉快，独自回家收拾行李。为了缓和两人之间的关系，顾魏订了一束鲜花送给林之孝，怎知他无动于衷，直接将花丢回门口。此一计失败，顾魏再心生一计，先用热毛巾敷脸，紧接用手掌给自己的脸拍红，看起来像是发了高烧的样子，主动去向林之孝借退烧药。林之孝完全不相信顾魏发烧，嘲讽他刚才还送花，所以无论顾魏如何解释，他都是之前的强硬态度，再次强调他们已经分手，以后不要继续纠缠。而顾魏的小算盘落空，回家看见桌上的玻璃水杯，瞬间重燃希望。果然，林之孝闻声寻来，看着满地的玻璃碎片以及意识朦胧的顾魏，不由慌了神。顾魏顺势抱住林之孝，装出病恹恹的样子，且在他的搀扶下躺到床上。趁着林之孝去倒水的功夫，顾魏将退烧药和维生素片调换。林之孝觉得药片有些奇怪，但是没来得及多想。待一切忙完后，林之孝准备离开，顾魏见状拉住他，委屈巴巴的表示自己想要喝粥。考虑到顾魏生着病，林之孝答应去厨房煮粥。殊不知他刚出门，顾魏立马恢复了精神头，一脸窃喜又满足。由于之前顾魏在调换退烧药时手忙脚乱，导致许多药片洒在床上，尽管顾魏用被子盖住，可最终还是让林之孝有所察觉。随着装病的事情暴露，顾魏急忙追上林之孝解释，没想到林之孝先发制人，表示自己马上就要去德国，以后他们之间不会再有任何可能。听到林之孝决绝的话，顾魏心灰意冷，最终放弃这段感情，也给他足够的祝福。而林之孝强忍着泪水出了门，顾魏留在原地良久，回想到彼此曾经的甜蜜时刻，既愤怒又难过，收回了所有的图钉。而在另一边，林之孝看着那瓶写着表白话语的可乐瓶发呆，追念当初的美好，随后连同佛珠手链取了下来。此刻，一名律师代表顾潇父亲来到咖啡厅，直言顾潇已将咖啡厅抵押。萧山大为震惊，反复确认了合同的内容后，迟迟回不过神来，终于明白顾潇为何不接电话。印喜来到图书馆，又遇到金石，得知他已签了上海的单位，毕业后会分隔两地。金石是抱有一丝希望与他尝试交谈，可印喜始终不愿服软，一如既往的强硬语气，没能去珍惜他们之间的感情。邵江询问林之孝出国资料填写的进度，同时也看出他的犹豫。而林之孝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放弃去德国的机会，因为他觉得就算自己飞出国，可是心还留在这里。安飞尊重林之孝的决定，也有感同身受。林之孝翻出手机，看到医患纠纷事件持续发酵，误以为患者家属还在追究顾魏，根本没有出面澄清，
于是急匆匆的赶去医院，并且通过杜医生找到了顾魏车祸患者的病房。杜医生看到林之孝来势汹汹，唯恐他与患者家属发生矛盾，于是急忙去找顾魏。而此时，林之孝在病房里见到了陪床的老两口，开门见山的自明身份。其实林之孝也知道，他的话不一定能说服对方，可还是想要争取下。因此，林之孝主动提及父亲住院的经历，包括从他做检查到出结果，再到顾魏非常多疑的认定林建国极有可能是胃癌。任何人都不愿意接受亲人患重病的事实，可是一味的自欺欺人并不能改变任何。林之孝以自身经历去讲述，无非希望他们能够明白，顾魏是个有责任且坚持的好医生，不仅要面对所有外人来的质疑，还有面对医院内部给的压力。这次林之孝又表明，顾魏并非是个完美的人，尽管有许多缺点，可是他对患者永远无私付出，纵然是牺牲自己的利益。而顾魏站在门口目睹全程，林之孝的每句话都深深触动到内心深处，于是还没等林之孝说完，便将他带出病房，表示患者家属已经撤诉。当确定顾魏不会受到伤害，林之孝总算松了口气，两人闹过之前的种种不快，现在终于可以直面内心，最终重归于好，又恢复了如胶似漆的状态。与此同时，高希来办公室找严医生，因上次事情对他有很大改观，看向他的眼神也都带着欣赏。和好之后的二人又是各种如胶似漆，缠绵恩爱。其实顾魏非常羡慕林建国和李老师能够相互扶持，可他从小到大所耳濡目染的，只有学会承担责任以及救死扶伤，未曾学会如何去维系一段感情。直到通过这次事件，他因林之孝受到很多启发，同时将林之孝当作真正的家人。不仅如此，林之孝也不愿再经历分手，他觉得那种感觉生不如死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失去了颜色。所以林之孝毅然决然的放弃出国，已坚定了最终的选择，无论以后顾魏是否还当医生，他都会永远陪在对方身边。为了让林之孝安心，顾魏给他看了医院的调查结果，证明此次危机风波已经过去。林之孝欣喜若狂的抱住顾魏，发现一切都往好的方法发展，于是当晚留宿顾魏家。到了次日清早，顾魏抱着林之孝耳鬓厮磨，开始了新一天的打情骂俏。考虑到明天就是林之孝的生日，顾魏决定要亲自给他庆生，并且专门订了个餐厅。林之孝在家里精心打扮，正要出门前去赴约，怎知父母已为自己准备了丰盛的庆生宴，满怀期待的希望他能留下来。林之孝不忍让父母失望，于是发消息给顾魏说明了情况。顾魏非常能够理解，表示愿意继续在餐厅等他。满桌子饭菜很快一扫而光，林母赶紧去厨房端着蛋糕出来。由于家里没有打火机，林之孝没有太在乎，索性对着蛋糕许愿。而在另一边，顾魏再次收到林之孝的消息，得知他现在还是没办法出门，依然坐在餐厅等待。随着时间慢慢推进，顾魏回忆起与林之孝在一起的时光，从两人开始交往，到后来有过争吵矛盾，每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，也会越发珍惜彼此。尽管林之孝的年纪比顾魏小，可仔细想来，这些日子以来都是他在陪伴着顾魏，帮助他重新开始新的人生。转眼之间，餐厅已经打烊，林之孝还是没有出现，并非是他故意失约，而是父母在家里盯着，实在是没办法脱身。林母趁着林建国不在，神情严肃的询问林之孝是否与顾魏和好。林之孝没有向母亲隐瞒，承认两人已经复合，并且表示上次分手是有原因，顾魏绝非他想象中那般不堪。所以这次林之孝彻底想清楚后才做出决定，也希望能够得到母亲的支持。林母知道女儿非常有主见，心里也默认了顾魏这个准女婿，催促女儿快去约会。奈何餐厅已经歇业，约会也随之泡汤。林之孝迟疑了片刻，干脆去顾魏家里等他。等顾魏拿着蛋糕上楼回来，进屋看见林之孝趴在沙发上睡着，这一幕令他心里感到无比温暖。在没有林之孝之前，这栋房子不过是个借宿之地，可是林之孝的出现，已然让房子变成家的氛围。熟睡中的林之孝隐约感觉有人搂着自己，睁开眼看到那张熟悉又温柔的笑脸，不由来了精神，直接扑向对方怀里。顾魏毫不掩饰的表达着爱意，而林之孝也是满心欢喜的回应着，
让他感受自己方才心跳漏了半拍。结果顾魏突然开起玩笑，用专业的医学术语解释他心跳漏拍的原因。由于今天是顾魏和林之孝共度的第1个生日，虽然约会已经泡汤，可他还是亲自下厨做了碗长寿面，而后摆好了蛋糕和蜡烛。林之孝双手合十的许愿，吹灭蜡烛之后，顾魏迫不及待的追问他方才许的愿望，除了是希望能与家人平平安安一辈子，还想要和顾魏永远在一起。吃过蛋糕以后，林之孝和顾魏又在厨房里腻歪许久。顾魏从身后抱住林之孝，和他一起将碗筷全都洗干净。二人半靠在沙发上闲聊。林之孝发现顾魏嘴唇起皮，很明显是干燥导致，于是拿出润唇膏要给他涂抹。可顾魏这个直男不想碰化妆品，表示自己可以靠喝水补充水分。林之孝得知顾魏每天除了睡觉以外，大概只有2个小时和水杯在一起，立马发挥了他的算术天赋，反驳他需要每隔15分钟喝1杯水，对于任何人都很难做到。所以林之孝坚持让顾魏涂抹润唇膏，并且先做示范，怎知顾魏竟主动吻了过去。眼看着时间已经不早，林之孝打算回家，但是顾魏却恋恋不舍，希望他能够留下来。而且顾魏遗憾没能给林之孝过个难忘的生日，同样担心以后与他只能秘密交往。但是林之孝觉得，如果想要得到父亲的祝福，还要光明正大的过夜，除非是2人已经结婚。林之孝的这番话点醒了顾魏，于是用易拉罐当做钻戒，单膝跪地向他求婚。趁此机会，顾魏大方承认自己最先对林之孝产生了兴趣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也在不知不觉间爱上对方，所以他很庆幸能够有缘相遇，再到彼此相爱。